3天前，我重生回到了2011年。这一世，我要改变上一世的悲剧，狠狠赚钱。收到宿主强烈的改变意志，完美人生选择系统开启成功。完美人生是否需要中奖500万人民币的机会 ？A 是，买彩票获得500万元人民币。B 否，系统解绑。500万？系统？这还用问？我肯定选是啊。选择成功，宿主购买的第1张彩票即可中奖。好。这么多彩票，哪张才是能中500万的？闪着金光的彩票，就是它了。老板，这张多少钱？20。给。500万，中了！我去，完美人生选择是真的，这一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马上就带妈去医院。初步诊断您这是肺癌早期，不过发现及时，癌细胞没有扩散。通过手术切除以后，治愈率90%。还好，这一次我有钱，有系统，还有机会救我妈妈。肺癌，医生，你们会不会搞错了？要不是我儿子带我来体检，我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能会是肺癌？大夫，这治疗要花多少钱呀？总共需要20万左右。啊，20万！爸妈，不用担心啊！我前几天刮刮乐中了500万，光税后呢就有400万，都打在卡里了。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妈，你就不用担心钱的事儿了，好好治疗，把身体养好了，比什么都重要。真是老天保佑，保佑我们小何有这好运。好，儿子，妈听你的，配合医生好好治疗，我要好好的活着，看着我儿子出息，看着我们家过上好日子。这就对了，等你的病养好了，我们一家3口出去旅游，到时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好。妈，按时吃药，下个月复查，我陪你一起去。好，妈知道了，妈听你的。母亲治病的钱有了着落，400万看似不少，但花了就啥也没有了。接下来要好好规划规划了，得想办法找到一个赚钱的路子，不能坐吃山空。检测到宿主资金规划需求，触发完美人生选择，是否选择投资未来黄金地段的房子 ？A 是，未来房子可增值10倍。B 否，节省投资钱。增值10倍，真是说什么来什么。我当然选是了。选择成功，附赠日新小区周边未来10年规划图1份。太好了！规划图显示，这个小区楼下就要规划地铁，旁边还要建万达广场。如果投资这个小区，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3个月没开单了，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谁会来这买房？我要买房。先生，你真是好眼光，我们日新小区依山傍水的，地段清幽。来，这边请，这边请。先生，您看我们这几套120平的大3居，精装修，南北通透。现在我们搞活动，单价只要8000。好，这4套楼王我全要了。啊？你说啥？4套312万？您是全款还是按揭？全款，刷卡吧。哇！来，刷卡成功。
恭喜先生获得4套房子。不过先生，您为啥非得买日新小区啊？这旁边连个超市都没有。这你就不懂了。这个地方等地铁3号线通了之后，市政府一定会搬过来，这里就是新的中心。到时候买房呀都得排队。就这4套呀，我还嫌买少了。说得好。终于有人懂我的眼光了。您是？何小小，这个楼盘最大的股东。何小小，未来龙城财富榜第1人，龙城的传奇人物。你好。苏先生是吧？一下子买了4套，看来真的很信得过我们的未来。何总，是您有眼见，我只是跟着您捡漏而已。留个联系方式，认识一下。荣幸之至。房子总算是都定下来了，这也是给爸妈未来的保障。接下来得去找份正经工作，让爸妈放心。检测到宿主职业规划需求，触发完美人生选择，是否选择和小小好感度，获得人脉 ？A 是获得结识各路大佬的机会，与个人发展有益 ；B 否，略过此机会。获得跟各路大佬相识的机会，确实，有时候人脉确实能解决很多事。和小小好感度已提升。苏先生，我想邀请你下周3参加我的生日派对，地址在花溪月酒店，龙城有名的企业家都会到场，不知你是否有空？完美人生，太棒了！这不仅是好感度的提升，更是机会。何总盛情难却，我一定来。苏胜强，我是你领导，我让你加班怎么了啊？苏胜强，厂里这批零件尺寸出了问题，你身为一线工人，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加班返工。张组长，昨天你让我先去仓库盘点库存，这批零件的生产线根本就不是我管的。那时候呀，我在家给我儿子做饭，我儿子经常熬夜不好好吃饭。哎呀，你还敢顶嘴？我说你错，你就错了，你赶紧给我滚回厂里去！又是这个张组长，仗着领导身份欺负我爸，忍不了。爸，张组长是吧？啊，我爸在你手底下任劳任怨工作了10几年，从来没有晋升过，拿着3000块钱的工资，却背着3万的锅。你还记得上一次流水线故障，明明是你操作失误，最后让我爸写检讨。还有前年你把客户的订单弄丢，我爸通宵赶工才补出来。这些年这么多事你数得清吗？儿子，别跟他硬碰硬，老爸没事。小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别说现在让他加班呢，我现在就让他滚蛋，你信不信？儿子，别冲动，这事我来解决。你刚回来累不累？爸给你买了西瓜，快上楼吃啊！张组长，你们厂子里有你这种人，迟早得倒闭，到时候你就哭吧。小子怕不是脑子坏了，我们厂订单从现在排到了明年，你说倒闭，我看你在说梦话。你儿子这么能耐，他也帮你保不住这个工作。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你被辞退了。张组长，张组长，从明天开始，我爸就不去了。呸！不知好歹，等着喝西北风吧。儿子，走吧，咱们回家。工作没了就没了，老爸不怕。儿子长大了，知道心疼人了，老爸心里高兴。走，上楼吃西瓜。爸，没事，被辞退了就在家里好好生活，好好养着，跟我妈就在家乐享天年。钱的事交给我来负责，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混了，也不会再让你他妈受半点委屈。哎呀，我的儿子长大了。爸妈，你们先坐，坐。爸妈，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们家呢，离我爸之前的厂子近，但是我爸现在不去那儿了，咱们干脆把它给卖了吧。卖了？那房子卖了，我们住哪儿啊？我拿彩票钱啊，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家具家电配套设施都有。
咱们只需要把东西一收拾，搬过去就行了。不错不错。哎呀，咱儿子真是出息了，都能给爸妈买新房子了。行，听你的，反正厂里也不去了，换个地方住也行。爸妈，来看新买的房子，你们喜欢吗？真大呀！哎，老苏，你快来看，这阳台多大啊！楼下还有小花园呢。哎呀，真不错，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坐。这房子呀，太敞亮了，比咱以前住的那老破小啊强的太多了。来妈，爸，爸，这套房子只要你们喜欢就好。隔壁的3套我都买了。四套呀！小何，你是不是疯了呀？这个小区啊，现在没几个人住，你买那么多房干嘛呢你？就是儿子，一套就够住了。爸妈，再过2年地铁就通了，商圈也就建起来了，到时候房价会翻至少10倍以上。你们放心啊，爸妈，没事的时候呢，就下楼多逛逛街，散散心。好，老爸呀，就信你这一回。反正我们家小何呀，是越来越有本事了。完美人生，我来了。这明天啊，就是何小小的生日，她可是日新小区最大的股东，眼界和身份跟寻常人不一样，送普通的东西肯定不行啊。检测到宿主礼品选择需求，触发完美人生选择，是否需要何小小父亲小三的详细资料 ？A. 是赠与何小小可增加好感度，但有几率影响生日夜发展。B. 否，不增加何小小好感度。这个事儿我好像有印象，2年之后，那个小三儿带着私生子上门私分家产，闹得沸沸扬扬的。他因为这个事儿焦头烂额了整整3年，差点拖垮了日新小区的项目。为了我的房子，干！嚯，这份礼物啊，可比任何规划图啊都实在。什么？他父亲的小三儿，居然是他的闺蜜，怪不得一直找不到，原来就在眼前啊！这可是一份大礼啊，我要尽快与他说清楚。何小姐，明天中午品味饭馆见，叫上你的闺蜜王月娇一起，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跟你说。这个颜色挺好看，下次我也做一个。何小姐，小小，你最近的眼光真是越来越差了。投资眼光差也就算了，怎么交朋友也跟着滑坡？你再这样啊，我可就不认你这个闺蜜了。我看你早都不想认她这个闺蜜了吧？你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想当她的小妈，盼着她投资失败，盼着她众叛亲离，被逐出家门吧？说什么屁话，满嘴喷粪！何小姐，我今天中午叫你们来呢，就是因为这件事儿。这个里面装的是你父亲还有小三的所有证据，里面有同房记录、银行流水。我是不是在说屁话？你看一眼就知道了。小小，难道你不相信我，要相信他一个外人吗？如果不是真的，你怕什么？我居然被偷拍了！这是假的，照片是 P 的。苏荷，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污蔑我，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伪造！这里面的银行流水，包括何父每个月给你转的5万块生活费，还有登记在你名下那套公寓的购房合同。付款人可是何父的助理，这些东西能造假吗？这是何叔叔资助我的。我刚大学毕业没有钱，何叔叔看我可怜才帮衬我，难道这有错吗？这是何叔叔资助我的。我刚大学毕业没有钱，何叔叔看我可怜才帮我一把，难道这有错吗？何小姐，要是不信，现在就可以报警。这里面的银行流水
还有购房合同，是真是假一查就知道。你一个外人，凭什么管我们何家的事？偷拍我的照片就是侵犯我的肖像权，我要告你！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你竟然背着我勾引我爸！你拿着他的钱买奢侈品的时候，有想过会有今天吗？何小小，你竟然敢打我！你爸早就不爱你妈了，他主动追的我，我有什么错？滚出去！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你爸不会放过你的，何小小，你给我等着！苏先生，今天谢谢你了。没事儿，举手之劳，倒是影响你办生日宴的心情了。这样的生日宴不办也罢，改天我请苏先生吃饭，就当赔罪。好，那我先走了，电话联系。龙城首富苏某与他情妇王某涉嫌洗钱被捕，何某与妻子已协议离婚。嚯，原来这个何小小，他父亲不止养小三，还通过小三来洗钱，这豪门啊，家世可真多。还是当个清闲人，玩会儿游戏，购会儿物吧。马上就要带爸妈去复查了，要不买辆二手车吧？要是我也能有辆大奔就好了。检测到宿主有购车需求，是否需要95千大奔汽车？售价15万。A. 需要，系统提供联系电话。B. 不需要，自行高价购车。95千，15万，这也太便宜了吧！我肯定选 A 啊。初中同学李伟公司濒临破产，现抛售开了1年的大奔。喂，谁啊？我是苏荷，我听说你要卖车对吗？对啊，你要是想要，我把车给你开过来。行，那你马上开过来吧。兄弟，车况不错，20万我要了。谢谢你给我多转了5万块钱，但卖车这笔钱根本不够我周转的。我家的企业太令人发愁了。企业？什么公司啊？就是电车充电桩安装。前2年不是觉得这个产业发展前景好吗？就把全部家当砸进去了，到最后发现没人买电车，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个行业啊，发展前景确实挺好，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要是有人能投资就好了，200万，我一定能把公司救活。这个行业前景非常好，限号和环保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到时候肯定很多人买电车。这样，200万我投资了，给我点时间。真的？你没开玩笑？只要你愿意投资，我等多久都行。2天之内，钱一定到账。好，那我等你消息，苏哥。好，那我先走了。充电桩这行当，再过几年绝对是风口。可是这2天，我这200万……系统检测到宿主资金需求，触发紧急选择题：是否需要价值100万的古董捡漏机会 ？A. 是，可凭借系统捡漏，清代官员花瓶，转手即可赚220万。220万，我选 A。请速速前往龙城古玩街老物件当铺112号。好，正好溜车。坏了，来晚了，这100万价值的瓷瓶又被卖出去了。老板，看这瑕疵，还有这边缘啊，都磕碰了，10万不能再多了。不是，这是老古董，有点瑕疵怎么了？这叫岁月的痕迹，你懂什么呀？你昨天说好的10万成交，这我把钱带来了，你不能坐地起价呀！还要不要？我这是真的，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10万块钱就想拿走古董啊？但是我昨天交了5万块钱定金呀，你不能出尔反尔啊！退你，我不卖你了，拿钱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老板，这个瓶子我要了。你要了？哎呦，兄弟，看你有眼缘啊！咱们一口价50万。小兄弟，你可别上当，这人就是个骗子，这破瓶子最多值5万，刚才我都嫌贵，你可不能当冤大头啊！没事，50万就50万，这个瓶子我喜欢。哎呦，好，转过去了。兄弟，
爽快啊！来，哟，年小姐，今儿怎么有空光临我这小店了？看上什么宝贝了？这位小哥，你手上的瓶子能让我看看吗？这位小哥，你手上的瓶子能让我看看吗？可以。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官窑，而且是极为罕见的青花莲枝连纹瓶，竟然还能保持得这么完好。小哥，你愿意卖吗？我出280万。多少？280万？小兄弟，这瓶子我不卖了，我不卖，我50万我还退给你行吗？要不我退给你60万，瓶子给我。老板，这卖出去的东西怎么还能出尔反尔啊？有这样做生意的吗？就是啊，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呢，还能这么做事，不嫌丢人。小哥说的对，做买卖讲究诚信。280万，这是支票，你看可以吗？成交。哎呀，小兄弟，好样的，有眼光，有骨气。哎呀，运气好而已。哎呀，280万到手，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联系李伟。李老板，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把钱给我们？再这样，我们真没法干下去了。这都第3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我们都是有家庭要养的呀。再不给钱，我们就要去劳动仲裁了。别吵了，别吵了，投资人来了，要钱，你们找他要去。投资人你好，我也不是故意为难李老板，只是这3个月没发工资了。我家是农村的，爸妈身体又不好，这3个月的工资是我弟弟的学费啊。要是您刚接手，手里没钱的话，我们可以等，但能不能不要等太久？对，现在就是我们仨在这儿了，其他人上个月早就走了，要不是家里等着用钱，我们也早就走了。可不是嘛，谁愿意耗在这没有盼头的地方？这样，公司欠你们一共多少钱？每月工资4500，一共13500。他俩每月4000，每个人就是12000。行，我现在转给你们。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谢谢你。我知道这段时间亏欠大家了，但是现在苏先生愿意投资咱们公司就能撑下去。接下来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相信大家将来肯定能过上好日子。我李在民绝对不会亏待大家。李叔说的对，据我所知，政府正在推行节能减排的政策，现在电动车也是越来越普及了。我们的风口啊，马上就要到了。真的，政府真要大力推这个，那咱这充电桩生意岂不是要赚钱了？对啊，要是真有这政策，我就还留下跟着李叔和苏先生干。谢谢大家还愿意相信我，苏哥，真的谢谢你了。没事儿，都是自己人，大家放心啊，李叔、李伟，我还有你们，咱们一起努力，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好，我们接着跟苏先生、跟李先生干。检测到紧急事件，触发限时选择题：是否拯救被赵大勇绑架的少女？倒计时10分钟。A. 是，拯救1条人命并获得感谢费。B. 否，报警可获得2万赏金。赵大勇，这个名字好像是上周新闻里面那个绑架富二代未遂又打成人质跑掉的人。如果我报警的话，会比较稳妥，但是能等10分钟吗？可是我能打得过他吗？算了，不管了，我这次就当一次英雄。系统为您建议永为保驾护航，逃犯现在在日新小区地下库东南角，请尽快到达。好。老实点，快走！别乱动，再乱动弄死你！等你死鬼老爹把钱打过来，老子就远走高飞。硬拼肯定不行，得用巧劲儿。给我上车！再挣扎弄死你！谢谢你救了我。
没事，别怕，我已经报过警了。快！别动！别动！苏先生，太感谢您及时报警了。赵大勇是我们通缉多日的要犯，你这立了大功。后续的2万奖金我们会尽快落实，麻烦你们跟我们回去做下笔录。好，辛苦了。快走，快！闺女，妈，女儿没事吧？可吓死妈妈了。闺女，你没受伤吧？爸妈，我没事儿，都是这位苏先生救了我。苏先生，大恩不言谢，这张卡里有50万，务必要收下。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只要我能做到，一定不会推辞。这不太合适吧？苏先生，你就收下吧，这不仅是感谢，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要是我女儿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们这个家就毁了。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主要还是杜小姐吉人自有天相。这多亏了你，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吧，改天我一定好好请你吃饭。苏先生，今天7点云端西餐厅我定了位置，一来感谢你上次来帮忙，二来想了解新小区及周边的发展，你有空吗？云端西餐厅，这可是龙城商圈的地标啊！看来这个何小小真打算去那儿发展，正好之前系统给的日新小区10年的规划也能派上用场。好的，一定到。苏先生来的可真早啊！何总邀约，怎么能迟到呢？我先见你一遍。上次文员交的事情，要不是你及时把文件送来，恐怕现在我还蒙在鼓里。还有我爸那摊糟心的事，要不是你这个及时雨，恐怕日新小区的项目现在真的要被拖垮了。来，干杯！举手之劳而已，就算没有我，何总也能发现。别总何总的叫，私下叫小小就好。哎，对了，你上次说日新小区会成为新的中心，我一直很好奇你的想法。这个呢，是我做的规划图，你看看。地铁3号线马上就要动工了，还有商圈的落地时间，还有这所双语小学。苏总，你这规划可比我们内部的蓝图还要清晰呢。我只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推测。这哪是推测啊，这简直就是未卜先知啊！佩服佩服。说真的，我现在都快成你的小迷妹了。当时那逃犯手里拿着刀子，苏哥哥抡起消防斧，哐当一下就把歹徒砸晕了，动作帅的就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真的假的？你没骗我吧？这是真的。哎，苏哥哥，小琪，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救命恩人苏荷。这么巧？我和小琪来这里吃甜品，苏哥哥，你也是来这里吃饭的吗？这位是，你好，我叫何小小。你好，我是杜蕊。苏哥哥，这是你的女朋友吧？真漂亮。不是，我们是朋友。哎呀，我懂，我们就不打扰你约会了。苏哥再见，小姐姐再见，走吧，别打扰他们了。怎么不解释啊？是觉得和我做情侣很丢人吗？没有，我只是不想占你便宜。行了，不逗你了。对了，苏先生，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开了一家小公司，小打小闹，做电车充电桩。听起来还挺有趣的，说不定以后咱们还有机会合作呢。好啊，能跟何总合作是我的荣幸。合作的事情以后再聊，我们先来尝尝这家饭菜合不合你胃口。好，干杯！干杯！平时看着挺干练的，怎么几杯酒就醉成这样了？小小，何总，能听到我说话吗？这叫什么事儿啊？检测到宿主困境，触发选择题：是否将何小姐送往附近酒店暂住 ？A. 是，增加何小姐好感度 ；B. 否，何小姐安全成问题。我选 A。这么晚了，只能先去酒店了，总不能带回家吧？已为宿主提供交通工具。师傅，去星辰酒店。好的，先生，坐稳了。
爸，玩得这么花。爸，为什么偏偏是你？好了好了，原来是这个爸。看来他亲手揭露父亲的丑闻，表面再无所谓，心里终究是道坎儿。睡吧，都过去了，明天啊，又是新的一天。喂，李伟。苏恒，大好事！你之前说的真是一点没错。这几天政府部门主动联系我们了，说要推进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还给了不少政策支持啊！还有几家车企也找过来，说要和我们合作建充电桩站点，刚签了3个大单。太好了，我就说他是风口，这政策一上来啊，这就越来越好了。可不是嘛！刚才财务把第一笔合作分成转你卡上了啊，一共86万，你查收一下。说实话，要不是你当初果断投资，我们这破公司啊早就黄了。现在能接到这么大的单子，全靠你眼光准。我刚看过了，收到了，这都是咱们一块努力的结果。继续干，以后赚钱的机会啊多的是。放心吧，我们现在啊干劲儿十足，唐林他们啊都在加班加点做方案呢，争取下个月就把第一批充电桩立起来。好，没问题。那这样，你们先忙，有什么事儿呢，咱们随时联系。以后呢，赚钱的机会啊多的是。必须的，不打扰你了，我去盯进度了。好。这86万啊，才只是刚开始。现在办公室的地方太小，也没有办法接待客人，得想办法换一个大点的办公室。检测到宿主办公室场地升级需求，是否需要竞拍下日新商圈内法拍办公地？起拍价220万。A 是。获得位于未来商圈核心、产权清晰无纠纷280平办公室。B 否，节约220万。220万就能买到280平方，而且还是未来的商圈位置，这简直就是捡漏呀！竞拍价格已为您锁定，需在3日内登录司法拍卖平台参与竞拍。哎呀，可是现在这个资金还差一点，得想个办法把这些钱凑齐。检测到宿主资金缺口及融资需求，是否选择联系杜蕊父亲商讨充电桩企业融资合作事宜？ A 是，增加杜蕊父亲好感度，获得赞助。B 否，略过该机遇。杜蕊父亲，之前他父亲确实挺大方的，给我的感谢费都给了50万，而且我救过他女儿，找他帮忙或许没有错。苏哥，伙伴今天查了下您的情况，知道您是家充电桩企业的股东啦。他最近刚好在关注新能源领域，觉得您这行特别有前景，想跟您聊聊投资的事儿。您什么时候有空啊？就今晚吧，地方你定。哎，不愧是系统啊，这效率就是快，要什么来什么。苏先生，我查过了你那家充电桩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方向选得准。只不过，真能像你说的那样有前景吗？杜叔，您看，现在马路上是不是电车越来越多？将来啊，家家户户都会买电车，就跟买自行车一样，非常普遍。那开电车出门，就担心没电。充电站呢，跟加油站是一样的，到处都得有。您说这生意能不能做？你这话倒是实在，照你这么说，这一行确实是块肥肉。对，不只能赚钱呢，我们还得跟着政策走，这样才稳妥。好，我信你，这项目我投了，300万够不够？杜叔，大气，有了您这300万，我们的站点啊就可以铺得更快了。小伙子年纪轻轻，比我这老头子眼光还毒啊，真是年轻有为。我家蕊蕊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对象就好了。爸，你说什么呢？杜叔，我跟蕊蕊我们是朋友。爸，苏和哥哥已经有女朋友了。哎，真可惜呀，这么好的年轻人，配我们家蕊蕊多好啊。杜叔，我敬你一杯。今天这桌菜呢，
配上这酒啊，简直绝配。好。220万拿下280平的办公场地，还是重点商圈，以后呀肯定能升值。这波啊赚翻了。喂，李伟，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有新的办公场地了，我拍下来了，你准备准备，这2天咱们就搬过去。真的太好了，苏和你太厉害了，我们终于能摆脱那间小破办公室了。唐丽他们要是知道了呀，肯定得高兴坏了。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好，那个你赶快通知他们，收拾好就搬过去。苏总好。苏总好。苏和，你这选的办公场地宽敞又亮堂，太气派了。是啊，苏总，以后啊接待合作方也方便多了。要不是因为你给我们选了这个地儿，我们还没这么好的办公环境呢。苏和，你的气魄真是让我们太佩服了。都是大家一起的功劳，好好干，咱们公司未来啊还能更上一层楼。行，那我们先去忙了。苏和，是你啊？何总，你怎么来了？我刚透过窗户看到这边在搬东西，就想着过来打个招呼啊。我们公司就在隔壁那座楼上，以后咱们可是实打实的邻居啦。哟，这么巧呢？正好，我想找你聊一聊关于投资充电桩的事情。我打算投资500万，不仅是投资，我们日新小区的车位也能优先给你们充电桩项目预留位置。苏总觉得怎么样？这个提议也非常好，我求之不得。合作共赢嘛，苏总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咱们现在就能把合同签了。好，这边请。好了，合同正式生效，苏总，合作愉快了。合作愉快。说起来有个事情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地铁3号线马上就要竣工了，咱们日新小区的房价最近可是涨了2成呢。这么快？这可比我预想的要快多了。你当时买3套房的时候，不就看中了这波红利吗？现在算是提前兑现了。那正好，我们得抓紧把小区里的充电桩铺好，地铁一通，入的人就多了，到时候充电需求也少不了。是啊，商圈规划马上就要落地了，到时候充电桩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我们可要提前做好部署。好，谢谢何总的提醒了。不过苏总，你这工作的时候和私底下完全是2个样子呢。工作的时候严谨认真，私底下又幽默风趣，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私底下，都证明我当时看人的眼光没有错。如果我现在再找男朋友的话，肯定会把苏总列入到考虑名单里面。不过咱们公司合作刚刚起步，有太多事情要忙了，找男朋友的事情等有空再说吧。行，那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苏总，希望咱们合作顺利。好，慢走。项目的事情啊，算是处理好了。妈妈复查的时间快到了，可不能耽误了，得赶快带她去复查。医生说啊，我恢复的特别好，再坚持吃半年的药，巩固，以后就定期复查就行了。妈，那你可要按时吃药，这样才会早点好起来。这治疗还真有效，气色比上个月好多了。照这个势头呀，再有1年，一定能够呀好的利索。是啊，好，走回家，给你们做红烧肉。苏胜强，你们怎么在医院？哟，都买大奔驰车了。哦，你说这个呀，确实是我的车。还有，我现在呢是恒通电子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呢就在日新商圈，280平，办公应该不算小了。真是走狗屎运了。我们广粤汽车厂现在可惨了，上面推行电车，刚签的一批燃油车订单全被退了，现在厂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哎呦，那还真是挺不巧的。我们充电桩公司呀，做的可是越来越好了，订单呀也越来越多，我都忙不过来了。还有那个新办公室啊，我们都准备好了。我还得感谢你让我爸离职，不然的话，你这订单被退的事情，估计又要找我爸背锅了。我还有事儿，先去看医生了。
慢走啊！张组长还是老样子。别理他，走，回家吃红烧肉去。苏恒，这人说认识你，我就给他带进来了。苏总之前在医院没说几句就走了，我今天特意过来的。张组长有什么事吗？看你公司搞得红火，我也想投点钱。这里面有100万，你看能不能让我入个股，以后跟着苏总发财？我记得没错的话，张组长，你们广粤汽车厂应该快倒闭了吧？这钱是我自己存的，都是存的。检测到异常资金来源，触发选择题：是否报警举报张组长涉嫌克扣员工工资 ？A. 是，可帮助车厂员工要回工资 ；B. 否，为未来上路埋下隐患。我记得没错的话，张组长平常就爱找这些工人借钱，既然有这些闲钱，不如先把他们的工资还了吧。苏总，这好像是我自己的事儿吧？这跟我们的合作没关系吧？这怎么没关系了？你借他们的钱跟我合作，我怎么跟你合作？小苏，看在你爸以前在厂里给我打下手的份上，你就帮叔这一把。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厂要倒闭了，我还有50万的外债，真是没办法了。这就是你克扣别人工资的理由啊！我这不是想投资你公司赚钱吗？你看能不能让我入股？我挣了大钱，我立马把员工的钱补上。你公司现在这么红火，给我分点汤喝怎么了？非要把人逼死才算完事吗？报警吧，就说有人涉嫌侵占他人财产，恶意拖欠工人工资。明白。苏荷，你疯了！我可是你爸的老同事，你这样对我，你爸知道吗？打住啊！我告诉你，我这个接待室可是有24小时监控的。刚才你说的所有话，我们都有录音。这些苦衷留给警察说吧。你这个白眼狼，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你爸留在厂里面，不就是50万吗？我不投了还不行吗？你放我走！晚了张先生是吧？有人报警说你涉嫌克扣员工工资，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不是的，是他诬陷我的。有什么话去局里说清楚吧。带走。警察同志，这个呀是他的赃款。走，走。靠克扣别人的血汗钱来投机，这种人我更不会给他机会。嚯，这么多人，看来这个商场比规划提前了不少啊。那这最近的房价也要水涨船高了。检测到区域商业活动，触发选择题：是否参与商场开业刮刮乐活动 ？A. 是，即可获得特奖金手镯 ；B. 否，略过该机遇。开业活动，那我必须得参加一下。系统已为您检测出特等奖金手镯的号码073，目标奖券位于商场1层，请尽快获取。事不宜迟，大奖我来了！让一下，让一下啊！就这张。恭喜这位先生中了我们商场开业的特等奖，20克千足金手镯。哇，运气也太好了吧！先生请收好。中这么大的奖，这手镯得值好几万呢，这还这么多人刮，都是谢谢参与。没想到这个特等奖被这个小伙子给刮走了。正好下个月是妈的生日，这手镯送她呀，再合适不过了。她戴上肯定高兴。亲爱的各位来宾，万达之星超模选美大赛即将开始投票，3位候选模特已就位，欢迎大家扫描大屏幕2维码为心仪选手投票。检测到区域商业活动，触发选择题：是否参与万达之星超模选美比赛 ？A. 是，即可获得冠军超模亲吻及新式电混车1辆。B. 否，略过该机遇。刚开业就是不一样，活动可真多。系统推荐支持3号选手林薇薇，其夺冠概率经系统修正为100%，冠军将随机抽取1名支持者，赠送幸运香吻和电混车1辆。这个林薇薇啊，可真漂亮，投3号准没问题。
投票结束，我宣布本次大赛的冠军是3号选手林薇薇。接下来，林薇薇将从所有参与者中挑选1位幸运观众，赠送电混车1辆和幸运香吻1个。有请手机尾号1173的参与者上台。是我啊。看来我们很有缘分，能请到帅哥是我的荣幸。哇哦！请您收好。希望我能成为第一个坐你新车副驾驶的人。当然，我也希望。这才多久，怎么跟不要钱似的？来，大家都静一静，静一静。咱们现在日新小区呢，就只剩最后2套房了，都是90平以下的小户型。小户型也可以，让我先进去没问题的，让我先进去，让我先进去。排队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让我先进去。大家先到里面登记信息，都不要紧，一个一个来。年小姐，苏先生，怎么是你？听说这边地铁快开通了，商圈也定了，以后肯定是市中心。我想着买套房自住，可是你开着阵仗，排了半个小时，连售楼部的门都没摸着，估计是没希望了。就为买一套房子？是，之前觉得这地方偏，后来看了消息，这才动心。可是还是下手晚了。我这儿呢有3套闲置房，都是120平的大3居。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转卖给你。真的？你没开玩笑吧？当然没开玩笑，不过这儿人多嘴杂，咱们进去说吧。行。来，接过一下。谢谢。哎，你们俩干什么？大家都在排队等着买房，凭什么你们插队？就是啊！哎呀，这位大哥，误会啊！这位先生呀，他可不是来买房的，他是我们这的老业主了，当初在我们这儿买了4套房的。那人家来售楼处办个事儿，这不算插队吧？4套房，我的天，这是多大的手笔！难怪人家不用排队，原来人家早就入手了。这是多大的手笔！难怪人家不用排队，原来人家早就入手了。这位先生和这位小姐，我们一块进去吧。我这就给你们准备会客厅，请进，请进。走，我们也去。年小姐，我这3套房子呢，都是120平的大3居。之前买的时候呢是8000一平，现在市场价呢已经到4万多，我也不按市场价卖给你，560万一套，怎么样？560万，这可比市场价低了近100万。那个青花瓷瓶，你给我的时候，不是也挺便宜的吗？咱们也算互帮互助。那真是太感谢你了。说实话，我本来以为今天要白跑，还准备放弃了，幸好遇见了你。这一片呢，以后会是市中心，住在这边啊，去哪儿都挺方便的。我们也是邻居了，以后多多关照。当然，一定。恭喜年小姐，这个户型啊，可是我们小区的大户型，原本都已经售空了。您啊，真是好福气。给。哦，对了，苏先生，过2天万达商场里有个古董鉴赏展的活动，古董估价最高的展方会将其立即买下。苏先生若是有空的话，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一定去。我要买房！不要着急，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苗先生，我出700万，你不是还有2套房吗？卖我1套。我出800万，现金全款，现在就能转账。我也要。不好意思啊，各位，我那2套房呢不卖，还有用。现在才800万就想接手，太天真了。等地铁通车，商圈彻底成型，这房价至少要翻到1500万一套，到时候再出手才是最划算的。哦，对了，到时候你如果要搬家，需要帮忙的话，跟我说。好。您再考虑一下，先生，考虑一下。我要买房，让我进去，快让我进去。买房。妈，你猜猜这是什么东西？什么？哇，天哪，这么漂亮的金镯子！戴上试试。这个呀，
是为了庆祝你病情控制的好，特意给你买的。太漂亮了，儿子，妈妈这辈子还没戴过这么贵重的东西呢。哎呀，你看，越看越气派。咱们小何呀，现在是越来越有本事了。不止这些，还给你们买了辆电火车。哎呦，就在楼底下停着，没事干呢，你们两个去兜兜风。好好好。咱们家小何真好，这儿子别人羡慕还羡慕不来呢。小何呀，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件事儿。你看，现在的日兴商圈也建设起来了，这人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俩呀，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想出去摆个摊儿。我们就是卖个水果捞，也不用多少钱。行啊，没问题，启动资金我给你们，别把自己累坏了啊。哎，好。儿子，5万用不了这么多，2000多就够了。妈，咱们家不缺钱，水果呢买点好的，也别太累了，实在忙不过来就雇个人，别硬扛。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吧。老苏，今天咱们去看看摊位吧。好。哎，注意安全啊，慢点啊。好嘞，好嘞，走吧。走吧。苏荷，不好了！苏荷，不好了！商场那边突然变卦，说要再加50万的承包费，不然就把咱们的项目转让给别人。之前合同上的细节不都敲定好了吗？何止是敲定啊，上周都开始进行现场勘测了。但今天一早，那个姓王的就把咱们人堵了，说什么项目成本上涨了，要么交钱，要么滚蛋。你说这不是看着那个政策要下来，临时在那坐地起价吗？看来他是想趁火打劫啊！检测到商业勒索行为，是否向何小小提交该负责人贪污证据 ？A. 是减少商业隐患，增加何小小好感度。B. 否，充电桩项目合作失败。贪污，看来这人做的不是1次2次了。这种住处不处，以后麻烦只会更多。是。黄健贪污证据已发送。这样，你先稳住他，你让他来趟公司，就说当面给他汇票，之后就等着看好戏吧。好，我这就去办。半小时后速来。苏总这办公室挺气派呀，我说怎么舍不得掏那点承包费呢？我这地方呀比较安静，所以呢就喜欢在这边待着。王总这次来是对加钱的事儿有准话了。哎呀，明人不说暗话，商场那边的充电桩项目，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进，也能让你们滚，加50万，不算多吧？王总，50万确实不是个小数目。你说加钱，那我也得知道他加钱的成本加在哪里，对吧？哎呀，苏总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呀！这片的项目都归我管，我说成本涨，他就涨。不过嘛，你是个聪明的人，跟我合作，好处少不了。愿闻其详。就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充电桩项目，每隔2、3年咱们就让它坏上一批，到时候公司掏钱换新的，中间这差价，对不对？你懂的。只要钱过我手，就有你一份儿。王总，你这样子做，就不怕被发现？发现？不可能！只要我敢做，就保证发现不了。我在这行10年，前几年东城小区变压器更换，我故意提高损耗率，一下子就捞了30万。去年公司空调线路改造项目，耗材虚报损耗20万，直接揣兜了。哈哈哈。这个社会上，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蛀虫，哎呀，才会发丑发烂。周总，我跟你讲，这招百试百灵，只要上边下边打点好，谁会在意？哈哈哈哈哈！哎，是吗？黄经理还真是聪明。黄经理的妙招，我倒想听听还有多少。
何总，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怕是会被某些人当成傻子。你刚刚说的每一句话，包括空调和变压器的线路改造，我可都录音录下来了。没有，是他故意引导我，苏荷，你算计我！哎，王总，你这话说的，我又没逼你跟我合作呀，对不对？录音证据、视频证据，还有转账记录，我可都一一调出来了。贪污近100万，足够你进去蹲10年。满意了吗？王健先生涉嫌职务欺诈，请跟我们走一趟。不止我一个呀，张副经理也贪了，采购部的老李，他们都收了好处了呀，不能只抓我呀。谁贪污谁没贪污，到警局自会调查清楚。能不能减刑，就要看王经理的表现了。走。这件事情还是得谢谢你收集证据，像这种蛀虫早就该清理了。何总，合作愉快，咱们的充电桩项目呀，终于可以顺利开展了。来，苏先生，没有打扰你吧？嗨，没有，我去给你先接点水。不用。苏先生，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古董鉴赏展吗？今日开展，要不要和我一起？今天刚好有时间，一块儿去看看。门票给，只要带着在场内选中的古董去参加展会的估价比赛，价最高者，展方的举办方就会将其买下。也不知此次的幸运儿会是谁。好，走。那我们一起。你看看这里的会展摊位，还有这里，你看看有没有好东西。系统选择1：2楼拐角青铜残片，含商周铭文，摊主误认为是现代品，开价5000，是否购入 ？A 是，即可拼出完整青铜盘 ；B 否，略过该机遇。系统选择2：左侧展柜，玉石毛料中蕴含玻璃种翡翠，摊主开价2万1块，是否购入 ？A 是，即可获得玻璃种玉石，制作卖出可获得100倍纯利润。B 否，略过该机遇。这古董展果然藏着不少机会啊！走，跟我走。好，听你的。这摊位也太简陋了，这些都是加工剩下的边角料，能有什么好东西？老板，这一块石头怎么卖？单买一块2万，拿3块，我给您算5万，如何？这都是正经矿上出来的料，懂行的才来捡漏。行，就这块吧，我要了。好嘞。好了，2万你就买块破石头，这钱花的也太冤枉了。能不能借我一张试镜啊？哎呀！这是玻璃种翡翠，你看这水头一点杂质都没有，要是做成牌子，至少值100万。这怎么可能？我前阵子才收来的一批废料，怎么会有这宝贝？看来今天的运气啊，真不错，没白来。你这哪是运气好啊，简直是火眼金睛！我算是服了你了，以后看古董必须跟你一起。走。哎，亏了呀，亏了！这可是仿商代的饕餮文鼎，摆在家里镇宅最合适了。您瞧瞧这成色。就拿这个去参加展会的估价比赛吧。你没开玩笑吧？这残片一看就是新仿，边缘也太规整了，锈色也浮在表面。你刚买的玻璃种翡翠就挺好，为什么偏选这个？仿品啊，不一定没有价值。老板，结账吧。这位先生真是好眼光，这残片虽然不完整，但它是老物件，5000。哼，还真有人花这冤枉钱买假货，这锈色用钻泡3天也能泡出来。嘘，小点声，不然老板怎么赚钱啊？就有人愿意当这冤大头呗。先生，你别介意啊，他们不懂行，我给你优惠一下，便宜2000、3000块钱。没事，不用解释，我买。我实在看不出这残片哪里值钱了，
就算展放真把它买下，那也最多值个几百块。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咱们先去报名展会，别耽误了比赛时间。行。没想到还真有人对这仿的青铜残片感兴趣，真是奇怪。下一位，下一位。给。好了，安心等结果吧。走吧，咱们再去看看瓷器。行。下一个。你别当我不懂行，这碗底的款式歪歪扭扭，釉色发浆，一看就是民国仿制的清代仿品，最高值8000，你敢要8万？放屁！这可是我爷爷传下来的，绝对是清代的。你要是不识货就算了，别在这儿胡咧咧。我不识货，行，一个破仿品我还不稀罕呢。老板，这个东西我要了。你要？这可是清代的珐琅彩，开价8万。哼，8万，买个仿品？老板，你是疯了还是想先想疯了？小哥，你可别上当，这碗最多就值个零头。我没疯，这就是清代的。小哥，你要是不信，咱们现在就去找展区的专家鉴定一下。他要是说我这碗是仿的，我免费送你。好，咱们现在去测测。借过。张专家，你帮我看看这碗是不是清代的？有人说我卖假货。这碗是清代乾隆年民窑精品，虽然不是官窑，但是它的胎质细腻，釉色透亮，尤其是这描金工艺，仿品做不出来这样的温润感。刚才谁说它是民国仿的？可这上面的款式看着确实别扭啊！你自己看看，这个乾隆的乾字，它的偏旁带了一点弧度，是乾隆早期典型的写法。民国仿品这个弧度仿得太刻意，反而露了破绽。那好，民国仿品这个弧度仿得太刻意，反而露了破绽。那好，小哥，我就说没骗你吧，看你信得过我的份上，8万不用了，3万你拿走。好，谢谢。没想到这碗真是清代的，3万也太值了。小伙子眼光不错，虽然不是官窑，但现在发现的存世量很少，好好收着吧。好，多谢专家指点。估价比赛快开始了，我们走吧。走。大师，看看我的，看看我的，我。各位来宾，古董估价赛正式开始。就这破残片还敢来参赛，我赌最多就值300块，还是看它分量重的份上。300都嫌贵，有这5000块钱，还不如去治治脑子。没事，再等等。各位来宾，古董估价赛正式开始，请专家为藏品标价。请。我觉得不错。品相真不错呀，这个也好。这个好像怎么样？你看这个怎么样？哎呀，这个地方不错，这地方看着很让我仔细再试啊。咱们写价格吧，啊。800万，800万！天哪，800万！这绝对是今天最高价了。这唐三彩成色绝了，难怪值这么多。后面的估计都是陪跑。看看这个啊，怎么样？你看这个成色，还是这唐三彩实在呀，哪像某些人拿着破铜烂铁凑数。问号？这怎么回事啊？问号？这怎么画了个问号呀？也不标价。这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什么意思？估计是价太低，专家都懒得估价了。我就说这残片假的离谱。这怎么是问号？为什么是问号？为什么是问号？是多少钱啊？这个问号是怎么回事？
经过我们3人反复考证，这片残片、纹理、锈色以及铸造工艺，都和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上代青铜盘完全吻合。它是那块青铜盘所残缺的最后一片。这不是价值多少的问题，而是它能使一件国宝完整复原，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价值不可估量。残片了这是？刚刚某些人不是说这是假的吗？怎么这会儿不说话啊？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让我们掌声有请这片国宝残片的主人苏和先生上台。好。苏先生，您现在心情一定很激动吗？很紧张吗？3位专家想请教你，打算如何处理这块青铜残片？既然是国宝，那自然要回到属于它的地方。我决定把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国家博物馆，让商代青铜盘恢复完整。好，好，这小伙子不错，有担当，这才是真正的收藏家风范。苏先生的格局如此令人敬佩。按照比赛规则，估价最高者即为冠军。苏先生无疑是今天的冠军。下面有请张专家为其颁发奖品。这是展方为冠军准备的贺礼，一只唐代和田羊脂玉簪。谢谢，感谢专家老师的认可，也谢谢展方的厚礼，能为保护文物做一份贡献，是我的荣幸。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苏和先生的无私奉献，也感谢他获得本次古董估价赛的冠军。我真是服了你了，今天一下午就捡了一个玻璃种玉石料，3万元的清代民窑和3000元的商朝青铜残片，你真是太厉害了！下次古董展我还要邀请你一起来。正好有时间，咱们再去外面看看。好。这个玉簪虽说是稀世珍宝，可对我没什么用啊。要是能换成对公司有用的东西就好了。检测到宿主物品处置需求，完美人生选择系统开启。真的是太及时了，要什么来什么。明日，恒通电力科技将与负责充电桩项目的政府官员王凯洽谈合作。其妻子即将生日，是否将玉簪赠与王凯作为贺礼 ？A. 是，提高合作机会 ；B. 否，错过合作机会。王凯是电力系统的主要负责人，我的公司在全市能不能铺开这个电力系统工作，就得看他。这次公司的电力项目能不能成啊，就看你了。苏总、李经理，你们的报价和设备参数我都看过了，情况大概了解了。我这边还有个会，就先这样吧。哎，王局，稍等，我听秘书说后天是你爱人的生日，本来我们公司呢打算备一份厚礼，但是有点太唐突了。我这儿呢有一个家传下来的玉簪，也不值多少钱，希望您能收下。哦，太客气了，苏总，那我就先替我爱人收下了。对了，王局，我们公司的这个充电桩啊，比市场上的其他充电桩更安全，我们比他们多3层的安全保护，是兼容市场上所有的电车，用起来放心、可靠、便捷。这些我都知道了，我把报价和设备参数带回单位，再和团队商量一下，今天下午5点前给你答复。好，那多谢王局了。好，好，再见。苏总，这件事儿稳了吧？放心吧，回去准备活动吧。苏总，成了！刚王总来电话，说全市的充电桩项目都归咱们了。好，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这个项目有多大的收益？我来给你算算，全市的充电桩规划点有500个，设备采购费和安装费加在一起，咱们就有8000万的成本。抛去成本，完了咱们能挣3000万。还有你别急，日兴之前的合作和万达商场的合作
这些总共加起来，咱们能挣4500万。我跟你说，这些加起来，咱们今年公司的市值能涨10倍。好，通知下去，给所有的兄弟工资都涨一涨。另外呢，找个饭店，今天晚上聚餐一下，大家伙儿开心开心。行，我这就去安排。好，真没想到我还不到30岁，竟然真的成为了别人口中的富一代。接下来光靠利息就够吃好几辈子了，也不知道系统接下来还能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来，各位，咱们一起啊，敬苏总一杯。来。苏总，我敬你一杯。当初公司快黄的时候，我连弟弟的学费都交不起，是你不仅给了我工资，还保住了大家饭碗。你说充电桩是希望我们跟着你干，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是我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这群人重新拼一次的机会。哎，好，大家伙啊，都是你们的努力，如果没有你们啊，咱们的项目也推动不了。大家伙啊，好好干，咱们以后的日子呀，会越来越好的。来，再喝一个。好，来。苏总，我们先走了。哎，慢点啊，别摔着。没事儿。这丫头喝这么多，总不能把她扔这儿吧？需要帮忙吗？你怎么在这儿？我刚和客户谈完事，出来就看见你了。他是……啊，这是我们公司的唐林。我们今天高兴签了大单，就都喝多了。我这有醒酒药，让他先吃点吧，能舒服一点。你随身带着这个？来，慢点啊。哎呀，慢点。自从上次喝多之后就备着了，谁知道下次应酬会不会又喝多？真是麻烦你了。唐林，醒了？还记得我是谁吗？知道，是苏总。对。你是何总。苏总，我通知我的家人一会儿过来接我。你跟何总是不是还有约啊？别因为我耽误了你们的事儿啊！我看见我弟弟了，苏总，我先走了啊。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有可能吧，不管了，走吧，回小区。走吧。这次恒通拿下全市项目，真是要好好恭喜你。现在龙城的充电桩市场，我们算是站稳脚跟了。还得多谢你的投资和资源支持，不然哪能这么顺利啊？检测到潜在机遇，完美人生选择系统开启。富婆寡妇陈老太的宠物猫丢失，是否帮助寻找 ？A 是，成功后可在2年内获得1000万照顾费，否略过该机遇。1000万照顾费，帮忙找猫就能获得？这陈老太是谁啊？哎，不管了，机遇怎能放过？宠物猫特征：英国短毛猫，毛色蓝金，颈带蓝色项圈，当前位于小区灌木丛内。走。找到了。这是谁家的猫？猫这么干净，一看就是家养的，怎么会在这灌木丛里啊？花宝，我的花宝，哎呦，我的花宝，我总算找到了。你们俩是谁帮我找的花宝？太谢谢了！我下午找了一下午，我快急疯了。是他在灌木丛里找的。哎呀，太谢谢你了！这毛孩子跟我5年了，就像我的亲孩子一样。阿姨，我看你腿脚不是很方便，要不然我们送你回去吧。那就麻烦你了，我家就在日新小区3号楼。好。小伙子，那谢谢你了。我这小猫好乖呀，咖喱认生了，平常和花宝形影不离了。
这花宝一丢啊，他也没精打采的。去玩吧。他们的感情还挺好的。小伙子，我看你啊，心地真善良。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怎么了，奶奶？我想呀，把这个咖喱啊和这个花宝托付给你。托付给我？为什么呀？哎，不瞒你们说，我前段检查出胃癌晚期，医生说我的日子也没多久了。我呀，无儿无女，我这存款还有这房子也没有人继承。奶奶您，我已经安排好住院了，就这2个小东西啊，我放心不下。小伙子，如果你们能替我好好照顾他们，陪我到老，等我去世后，我这1000万存款还有这房产，我都当照顾费，都留给你。好吧，奶奶，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们的。太好了，太感谢你们了。那我明天就去办住院手续，有你们这句话呀，我也就放心了。奶奶，你也别太着急，现在啊，医学医术是非常发达的。你这个病啊，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的。那再说了，他们不也盼着你好吗？等你好起来了，还能带他们晒晒太阳，喂喂小鱼干什么的。小伙子，你这说话呀，真暖心。我听你的，我好好治，早点回来陪他们。检测到行业交流机会，完美人生选择系统开启，是否参加龙城年度优秀企业家研讨会 ？A 是增加人脉 ，B 否略过该机遇。企业家还有这种会议？这系统今天怎么回事啊？喂，小小。苏荷，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刚看到今年优秀企业家研讨会受邀名单有你的名字。真的？当然是真的，官方刚发布的公示。恒通电力科技现在可是新能源领域的标杆企业，你作为负责人被邀请，实至名归啊！恭喜你，苏总。原来是这样，没有系统的能力就已经足够被选上了。好，那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去。当然，到时候见。检测到潜在商业风险，完美人生选择系统开启。康泰药业董事长吴良涉嫌隐瞒药物致死事件，是否在交流会上揭穿其恶行 ？A 是成功揭穿后可获得23位企业家好感度及3个潜在合作机会 ；B 否增加未来药品风险。吴良，就是那个有着企业慈善家的商人，没想到背后干了这么多龌龊的事儿。如果不揭穿他的话，肯定会害了更多的人。干了这么多坏事儿，真是罪不可恕。排得正好，我刚要给你发消息呢。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车。今天的议程有变化吗？没什么大变化，就是吴良的发言提前了。他要讲什么抗癌神药的研发成果。神药？我看是要命药才是。接下来有请康泰药业董事长吴良先生为我们分享企业发展经验。各位同仁，大家好！相信各位已经对我们康泰企业有所了解。接下来我吴良长话短说，我们企业新研制的抗癌灵，经过临床实验，对晚期癌症的病人有效率达到90%。现在已经有3家企业愿意投资我们公司了，预计明年的利润达到5个亿。我的天，5个亿啊，这也太牛逼了吧！如果有想合作的企业，可以私下里来找我，咱们可以合作一下。抱歉，我打断一下。这位先生，你有什么指教？指教谈不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你这个神药背后藏着多少人命。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呀。你的抗癌灵所谓的临床试验，只不过是拿一些晚期病人做的非法实验而已。这名单里面的7个人啊，都是因为你的这个病给治死的。你为了封他们的口，每个家庭给了他们50万。这些资料里面
有康泰药业的研发部门主任亲口证词，你们的药物根本没有通过任何独立检测。你号称所谓的有效90%，完全就是凭空捏造。你这是诬告，这些证据都是假的！保安，把他给我拉出去！哼，伪造！你现在敢打电话给市场监管部门吗？让他们去你们的生产车间看看。我这儿还有你们3个员工偷拍的视频，要不要我放在这个大屏幕上给大家看看？没想到这么大的药企背后能做出这么藐视人命的事。无良，你挣这些人命钱能安心吗？你们凭什么说我的药没用？我们公司制造的结节瘙痒的药，现在有很多病人吃了已经痊愈了，他们在门口拉着条幅感谢我呢。新闻也有报道，你没看吗？结节性痒疹这个病本来就是以结节和痒疹为症状的慢性皮肤病，本来就有自愈的可能性，而且暂且不说你用活人和孤儿来做实验的龌龊事，就单说吃了你药的人，自行恢复的人啊也是很多的。你把致死的案例不说，而是大肆宣扬吃了你药没事的人，用这种幸存者偏差来编造你神药的谎言。我就问你一句，你自己得了这种病，你会吃你的克艾琳吗？你连自己家的药都不敢吃，这不明摆着心里有鬼吗？为了赚钱，连孤儿都不放过，简直丧尽良心！必须严惩这种败类，不然我们这些正经做生意的都要被他拖累。什么人呐？这不行，这人！无良先生，看来这个地方不适合解决问题，有什么话还是跟警方说吧。你们放开我！你们这是诬陷！我救了多少人？苏荷，你给我等着！苏荷，走。好啊，带走的好啊！是啊。各位，我知道今天的事情让大家很震惊，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善良的、道德的、有良知的。我们做企业呢，赚钱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守住法律和道德的红线，不然只会自食恶果。说得好，好啊！苏总，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啊！我们公司是做新能源开发的，以后有机会合作，务必多交流啊！好，年轻有为啊，苏总！恒通电力能拿下全球的项目，证明你实力非凡。就算我们以后没有合作机会，这次也想认识一下。早就听说恒通的苏总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我是做商业地产的，日新商圈那边也有项目，改天我请苏总喝杯茶，聊聊合作的事。苏总，我是鼎盛集团的张启明，希望有机会合作。还有我，苏总，这是我的命片，来看看我们集团。还有我，苏总，这是我的名片。好，好。苏总，现在可是咱们企业家圈子里的大名人了。刚刚老板们给你递名片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当场签100亿大单呢。何总，你就别开玩笑了，你今天不也一样吗？找你合作的人啊，从会场都能排到门口了。再说了，你的那个日新商圈做得非常不错，这都是你的功劳。说起来，我最近还真发现了新的商机。日新小区靠山近水，地铁3号线通了之后，交通又很便利，挺适合发展旅游项目的。我最近规划了一片民宿自由区，打算做民宿，应该能够吸引不少游客。苏总的房子如果不住的话，也可以做成民宿，持续赚钱，怎么样？苏总有没有兴趣一起干？何总的眼光呀，我一直都是非常欣赏的。没问题，民宿这个项目我投了。那可就说定了。好。你们怎么会这样？你们这水果都是今早上刚买的，果冻啊，表演之类的。爸妈，就是你们故意找茬。爸妈，没事吧？有话好好说，动什么手啊？哟，来了个撑腰的，我看你们这摊子就是脏的招苍蝇。刚才我朋友吃了一口就说肚子疼，赔我们医药费。听见没？赶紧赔钱，要不然今天这破摊子就别想推走。我们这水果都是最新鲜的，也绝对卫生，就是你们故意找茬。对，我们的水果摊都开了半个月了，每天买的食材都是新鲜的，卫生许可证还在摊子上挂着。你说拉肚子有问题，有证据吗？穿的人模狗样，原来是摆摊的儿子。我告诉你们，这是会展中心，不是你们这种人该待的地方。下等人就该待在垃圾场。你们敢在这儿闹事，家长是谁？我想应该有名号的吧。知道今天会展中心在干嘛吗？优秀企业峰会，我爸就是里面的参会大佬，鼎盛集团的张总。鼎盛集团张启明，你说的是他吧？算你有点见识，没错，就是他。怕了吧？我认识，刚才还找我合作呢。我说我在考虑。你说什么算啊？我爸怎么可能会认识你啊？喂，张总，
你儿子在会展中心广场这边闹事，不仅把别人的摊子掀了，还说夏等人不应该出现在这儿。难不成这就是你教育儿子的方式吗？爸，不是我。小兔崽子，你出来就给我惹事儿！苏总实在抱歉，我马上过去教训教训他。你是现在给我父母道歉，还是等你家长来了之后呢？你混账东西，一出来就给老子惹事儿！苏总，实在对不住，圈子不懂事，惊扰了您，影响了您的心情，我给您赔罪了。这批人刚才说夏等人就不能在这儿摆摊，是你教的吗？原来是这点事儿啊！没看到几个大人物在这儿吗？耽误了事儿，你们担得起责任吗？拿着钱赶紧滚！爸，他们是……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怎么还不快滚呢？怎么嫌钱少是不是？再给你们几张，这下够了吧？这些钱够买10个摊车了。苏总，您看这样处理，您还满意吗？如果您要不解气，我让这臭小子过来给你磕几个头都行。爸妈，没事儿，这我来处理。苏总，这2位是您父母啊？怎么不是我的父母，就是夏等人，你就可以拿钱来侮辱是吧？哎呀，不是，苏总，您这么有实力，怎么可能会让父母出来摆摊呢？我们2夫妻是闲着没事摆个摊子，但是我们的水果是最新鲜最好的，我们没有问题，就是他们故意找茬。伯父伯母，你2位大人有大量，刚才是我有眼无珠，冲撞了2位，这些钱您务必收下，就当我赔您的水果钱和精神损失费。我不需要。我们不要你的钱，我们要讨公道，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能被你们平白污蔑。对，您说的对，都是这些孩子瞎胡闹，还愣着干嘛？赶快赔礼道歉！叔叔阿姨，对不起，是我们错了。刚才就是你说肚子疼，现在还疼吗？我刚才感觉错了，早都不疼了。那既然是误会，那麻烦你们把这儿打扫干净吧。掀了别人的摊子，难不成要让广场的保洁员来打扫吗？对，苏总说的对，就是这些孩子欠管教，自己闯的祸自己负责，赶紧找工具打扫卫生。张总，你之前跟我说的合作，我想我应该再考虑一下。你什么时候把儿子教育好，我们再来合作吧。苏总，您再考虑考虑。爸妈，我们走吧。苏总，你还愣着干嘛？赶紧打扫卫生。爸妈，你们怎么想的来这儿摆摊了？这离小区也不近啊。你不说今天这儿有企业家交流会吗？我们想着人肯定多，生意呀能好点，就想着早点推车过来了。谁知道会这样？就是没想到这推车也坏了，这轮子还得重新买。伯父伯母要是还想卖水果捞的话，可以去我们公司买。我们公司年轻人多，好多小姑娘减肥就爱吃这个。而且我们公司大厅左手边刚好有个空位置，收拾收拾就能用。我们公司的年轻人素质高，肯定不会发生像今天这种事情的。去你们公司卖也挺好的，公司环境又安全，离得也还近。爸妈，你们觉得呢？这倒挺好的，我们老2口就图个有事做，也不用在外边天天出摊了。是呀，这样我们也能经常看到你们，也挺好的呀，是吧？那麻烦了，小事一桩。走。喂，苏恒，大好事儿，咱提前布置的充电桩这阵子简直爆单，你的800万已经转过去了，赶紧看看啊。好，到账800万元。我收到了。行，拜拜。好，拜拜。陌生号码。喂，你好。喂，请问是日新小区的民宿房东吗？我在 APP 上看到您挂出的民宿房源，想问出租出去了吗？我在 APP 上看到您挂出民宿房源，想问出租出去了吗？还有一间，你需要吗？我要直接租1个月。租1个月？你打算在龙城玩这么久吗？我前男友一直纠缠我，甩不掉。我听朋友说，您这个小区安保特别严，进出都要刷门禁，所以想在这避一阵子。对，我们小区啊，确实挺安全的。那我租给你。真的太感谢您了。请问租金多少？我现在就可以付定金。1个晚上呢是600块钱。你租1个月的话，这样半价，1个月给你算3000。半价？这也太便宜了吧！您不用这么照顾我的。出门在外嘛，互相帮忙，就当交个朋友了。真的太感谢你了，我明天一早就过去。可以啊。这样吧，明天上午10点，我们小区东门，我把钥匙给你。好，我明天一定准时到。好。
林薇薇，苏先生，难怪我说昨天电话号码怎么那么熟，原来是你，这世界也太小了吧！你这是怎么了？我被人缠上了，就是上次车模比赛那个赞助商老板的儿子，我跟他处了2个月，发现他控制欲特别强，然后上周跟他说了分手，他说要让我在龙城待不下去。先是我的经纪公司突然跟我说解约，说我违反行业规则。今天早晨，房东又突然跟我说房子不租给我了，把押金甩给我，就让我今天赶紧搬走。我也是没办法，才想出租民宿的办法。没事儿，301房子最东边，我跟你住同一栋楼，我在8楼，有事给我打电话。谢谢你，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没事儿，走吧，先把东西给你搬了。林薇薇，你跑啊！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你又是哪根葱？我劝你赶紧滚开，别耽误老子找人。我是她新男朋友，好聚好散的道理，难道你不懂吗？你也配当她男朋友啊？就这破小区，连个像样的别墅都没有，老子哪点亏待你了？现在跟个穷小子混，赶紧给我过来！我不回去，霍林强，我们已经结束了，你再这样我报警了！你敢！走。检测到人际关系矛盾，触发关键选择题：是否向霍林强父亲泄露其非亲生事实 ？A. 是，成功后霍家内部将发生重大变故，可彻底解决霍林强纠缠问题 ；B. 否，增加林薇薇被害风险。霍林强不是亲生的，太好了！霍林强要是没有霍家做靠山，他就是个小混混，我看他还怎么骚扰薇薇。别跑！你们给老子等着！老子过2天就把这破门拆了，看你们往哪躲！走。哎，对了，你知道吗？霍林强不是他父亲亲生的。什么？不可能吧？霍林强是霍父快50岁才有的儿子，为了他母亲，连原配都被逼走了，还为了他大摆宴席，对外声称是老来得子，宝贝的不行，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我有证据。这事儿要是让霍父知道了，以他那爱面子的脾气，霍林强和他母亲肯定会被赶出霍家，净身出户。所以，这是解决他纠缠的最好办法。哎，对了，你有没有霍父的联系方式？他那种级别的老板，联系方式哪能是我有的？不过我知道他家老宅在哪。对，行，那咱们去老宅等他。别怕，等会儿我来说。请留步，霍老先生今日不见外客，请问有预约吗？我们没有预约，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当面见霍老先生，是他一份不想错过的大礼。霍老先生交代过，没有他的亲口吩咐，谁都不能进。你们还是请回吧。这样吧，你把这个递进去，就说恒通电力的苏荷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他说，是他不能错过的一份礼。至于成与不成，让他老人家自行定夺，可以吧？老板，有人要见你。苏先生，里面请。霍老先生在客厅等你。请。苏老板年轻有为，恒通电力在龙城新能源界享有名头。我老夫倒是听过几耳朵，你年纪轻轻就能拿下全市的充电桩项目，确实有几分能力。霍老先生过奖了，我只是运气比较好。苏老板今天亲自上门，总不会是和我老夫聊生意的吧？我听安保说你带了份大礼，老夫稀奇的很呐，是什么宝物能让苏老板亲自跑一趟？
霍老先生，他你认识吗？她就是勾引我儿子霍林强的女人。苏老板的大礼就是把她……霍老先生，您误会了，我和您儿子霍林强早就分手了。今天来是给您看点真正的东西。这是苏先生查到的礼物，你看完就知道了。绝对不可能，这绝对是假的，是你们串通起来破坏我们父子关系的。还有你林薇薇，你这个狐狸精，我儿子把你甩了，你就怀恨在心，伙同别人编造谎言诬陷我儿子。苏老板，我霍家素来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编造这些龌龊的东西？霍老先生，他跟霍林强之前确实谈过恋爱，但他们已经分手了。他现在是我的女朋友，霍林强一直对他死缠烂打，逼他丢掉了工作不说，还让房东将他赶出来住。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怎么能容忍我自己的女朋友受到欺负呢？哼，我儿子脾气是有点冲，但不至于。是这样的，我之前调查他的案底，只是希望他有所收敛。大家都是龙城圈子里的人，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我找到了这个就是证据，您信也好，不信也罢。证据现在已经给你了，希望他有所收敛，我们就先走了。站住！你就不怕我把这个东西毁了，让你们走不出这扇门？霍老先生，您在龙城也待了几十年了，您靠的可不是威胁，靠的是分寸。这 U 盘的内容我一共有3份，如果我今天出不了这个门，我相信明天全世界都会知道你们霍家的家事。走吧，拿去检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假的。是。今日上午，有市民爆料称，鼎盛集团董事长霍老先生之子霍林强与其母被逐出家门。2人在霍家老宅外长跪不起，疑似因家庭纠纷引发争议。看来霍老先生是验了 U 盘里的东西。今天早上我就听小区的张婶说，霍老先生本来还留点情面，就把他们母子赶出去，没把事做绝。这怎么又跪下了呀？还不是因为那霍林强不懂事，他这一跪就把霍老先生的家底全都抖露出来了。你说谁愿意让全城人都知道自己弱鸡，还帮别人养了20多年的儿子？你说这不是打霍老先生的脸吗？这下霍老先生是彻底没有情面可顾了，估计会让他们净身出户。活该。这时候谁能来呀？苏和哥，叔叔阿姨，我刚才在楼下看到新闻了，霍林强他们……你都看到了？看到了，霍林强他们被赶出霍家了，1分钱都没带走。我看见他妈妈耳朵上的金坠都没了。对，接下来你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了。我经纪人给我打电话说，以前给我解约的那个公司想重新签我，还有好几个品牌方想跟我合作。要是没有你的话，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了，苏和哥。没事的，举手之劳，以后有什么事啊，找我帮忙就行。同事们，今年咱们的成绩单出来了，纯利润1.2亿，比去年整整翻了5倍。还有这个，全市刚刚发布的新能源领军企业奖，全市只有咱们一家民营企业获得。好，这一切的功劳都来源于苏总的雪中送炭。如果没有当时他投资200万，没有他精准预测行业的风口，那咱们公司现在已经是破产名单上的一员了。苏总，我李伟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你。哎，兄弟，李经理，别这么见外。同志们，这个奖杯呢，属于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功不可没，所以它属于我们整个团队。好。
苏荷，你好了吗？大厅敲钟倒计时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这大功臣再不去，可就错过起始了。快下去看看吧。对，我差点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先去看看。10、9、8、7、6、5、4、3、2、1。太棒了！3、2、1。太棒了！好，太棒了！咱们日新公司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在座各位的支持，当然也离不开一位知心朋友的支持。苏荷，上来吧。何总还有何总的团队非常优秀，我只是在最需要帮忙的时候帮了一个小忙而已。瞧瞧，我相信啊，在未来这小伙子，我们日新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上市只是我们的起点，接下来有一个特殊的环节，抽奖。好，这个好。这可不是普通的抽奖，3等奖30名，奖品是1万块钱的购物卡；2等奖10名，奖励清空购物车前50的商品；1等奖大奖啊，奖励电动汽车1辆。而我们的重头戏特等奖，奖励日新股份2%。检测到重大利益机遇，触发关键选择题，是否抽中2%日新股份？A. 是，获得2%股份，未来持续上涨。B. 否，略过该机遇。这机会送上门，没有拒绝的道理。接下来，请大家掏出手机，扫描屏幕上面的2维码，系统会给大家分配幸运号码。3分钟后，咱们来公布幸运儿。下面咱们来宣布得奖的幸运儿。3等奖的获得者是3等奖我。哎呀，是他呀！恭喜这位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中奖呀？2等奖的获得者我们清空购物车啦！哎呦，恭喜！咱们1等奖电动汽车的获得者是我中的小汽车。前3等奖的幸运儿已经公布了，接下来是我们的特等奖。27号，谁是27号？谁是27号？27是谁呀？到底是谁呀？27号呀？是你吗？在哪儿呢？这是？我是27号。是苏总。居然是他，这也太幸运了吧！苏荷，上来吧。各位，其实我已经是日新的股东了，所以这2%的股份呢，我分给在座的每一个今天参与扫码的人，无论你中了奖项还是没有中，只要参与扫码都有。好，苏总大气。好在今天来了，估计今天没来的同事要羡慕死了。苏荷，不愧是你。哎，妈，苏荷，这日新上市，这也太气派了。放心，咱们恒通电力啊，肯定会上市的。就冲你这句话，我李伟必竭尽全力让咱们公司达到上市的标准。唐莲，你说是不是？那当然了，我们永远跟着苏总一起干。小何，太好了！医生说你妈这最后一次复查呀，她体内的癌细胞全没了。真的吗？是啊，医生说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你摸摸，妈现在身子骨硬朗着呢。好，太好了。看来今天是双喜临门啊！苏荷，一会儿可得好好喝一杯。好。咱们兄弟啊，等会儿一定要好好喝点。在未来，恒通电力确实如愿上市了。就这样，我的事业有成，父母健康，没有任何遗憾，过完了一生。